二战德国明明有6个盟友，为什么给人一种单挑全世界的错觉？咱们平时打游戏最怕遇上什么？不是对面的对手太神，而是自家的队友太坑。二战时期的德国大概就是这种心情。众所周知，二战轴心国是团伙作案，德国身边围着意大利、日本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芬兰等一众盟友。但是如果你穿越回去问问当年的德军将领，他们大概率会眼角含泪地告诉你，盟友什么盟友啊，根本带不动。聊二战盟友，意大利是永远绕不开的梗。墨索里尼大叔当年的口号震天响，我们要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。结果一开打，全世界都发现他其实是派义军来负责活跃战场氛围的。德国在前面闪击波兰，横扫法国，正打得兴起。回头一看，好盟友意大利在进攻希腊，结果被希腊反推到了阿尔巴尼亚。希腊打不过，这小子又跑去了非洲，结果又在北非被几万英军撵着几十万人跑。德国没办法，只能派隆美尔去北非救火。意大利的存在成功让德国深刻理解了什么叫负重前行。如果说意大利是坑队友，那日本就是那个不看消息的独狼玩家。按理说，德日联盟应该是个完美的东西夹击剧本，德国打苏联西边，日本打苏联东边。结果日本在诺门罕被苏联教训了一顿后，直接被打出了心理阴影，转身去太平洋扔美国了。小胡子在莫斯科郊外冻得瑟瑟发抖，盼着日本能从背后捅苏联一刀，结果等来的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。小胡子听完估计心态都炸了，你惹谁不好，你惹美军干嘛呢？除了日本和意大利，德国在东欧的3个小老弟也个个是人才，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，这3位凑在一起，那不叫助攻，那叫宫斗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因为领土纠纷，恨不得先在轴心国内部打一架，德国为了安抚他们，还得当调解员。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时，德国让这几位盟友负责侧翼掩护，苏联红军一看笑了，正面的德军啃不动，正愁如何突破，结果人家就送软柿子过来了。斯大林大手一挥，苏联直接向侧翼猛攻，德军的几位盟友瞬间崩盘，直接导致了德军第6集团军被包饺子，局势也就一边倒了。最后还得提一下芬兰，芬兰确实很猛，苏芬战争把苏联打出了阴影，但芬兰人很有原则。当德军要求芬兰一起围攻列宁格勒时，芬兰人把国境线一手往雪地里一坐，表示婉拒。这种出工不出力的盟友，让德国再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孤独。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德军在单挑全世界？因为德国看似群友众多，实际上所有的核心脏活、累活、硬仗全是德军自己在扛。不仅如此，德国面对的是谁？是拥有无穷人力的苏联，是拥有全球殖民地和最强海军的大英帝国，以及那个一旦开工就能把航母当香肠下水的美国。一个顶级职业玩家带着一帮甚至连规则都没搞懂的猪队友，去单挑全服排名前3的工会，这种错觉其实不是错觉，而是二战中后期真实的写照。好了，小知识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